世界的中心不一定是纽约，也不一定是巴黎，世界的中心可能是在海上的某一个地方。 Hey, it's Emily Waiwu. Today, we speak with author Syaman Rapongan of the Dao Nation from Pongso no Dao here in Taiwan. This is Cover to Cover. Syaman Rapongan, you are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writers in Taiwan today. We have here all the books that you've written ever since 1992. You've written 13 books. Your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English, Italian, Russian, Korean, Japanese, Czech. Yeah. You write in Mandarin, but your first language is Dao, of the Dao Nation of Pongso no Dao, known as Orchid Island here in Taiwan. Okay, I can use my language to say hello for everyone. Ako kam mga ubay, ngayon ko Syaman Rapongan ko, tawag ko doon mo. My name is Syaman Rapongan. I came from Orchid Island. I'm an ocean writer in Taiwan. I'm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talking some story with Emily. Thank you so much. Eyes of the Ocean. This is a brand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our book, Mata Nuwawa. Mata Nuwawa. It's about the ways of being a Dao. It's a memoir of stories from your elders. It's about the ocean, it's fish, but it's also a documentation of colonization, how it's changed your family, and how the decolonization has formed you as a writer. I wanted to start with this island of Pongso no Dao. It's a volcanic island in the West Pacific between Philippines and Taiwan. And today, it's a population of 4,250 members of the Dao Nation. Tell us about the island. 每一个人都有梦了，可是每一个人的梦不一定能够都可以实现。我有一个美丽的一个家族，这个美丽的家族从日本时代开始就一直传授所谓的神话故事给日本人类学家、国外人类学家，而我的祖父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我从小就听他们说故事，当时受到日本人的那个控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受到中华民国的一些军人的那个所谓的国防部啦、那个军备总部的统治，所以我们有双重不同的殖民国家的统治，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一个殖民国。我从小就有喜欢追梦，而这个梦实际上是控制了我这一生。第一个那个梦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们不是汉人，我们从小说的是达悟的语言，在学校的老师他们是歧视我们，说是野蛮人啊，很陋的民族啊，很脏的民族啊，或种种的。但是我从小我在追我的梦的时候，第一个，这是我10岁的时候就决定说我要靠我自己考高中。我第二个梦就是说必须靠自己考大学。第3个梦的话，我要靠我自己考人类学研究所。第4个梦，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冒险航海。可是这4个梦我都完成了，可是梦真的完整了吗？所以现在作为台湾的一个海洋文学家，我自己在思考这几本书之后，我还要写几本书，我还不知道。我正在准备写《海洋带我去流浪》这本书。1908年的时候，您的曾祖父的家是被日本人直接夺走。那之后，您的父亲是第一代学日语，在岛上学日语的。对，他也是第一代在岛上成为基督徒的。您自己是岛上的第一代学华文的。家族的这些神话，确实是仿佛已经确定了我未来的书写可能不会离开我家族的所谓的
海洋文明的哲学的叙述。果然我长大了之后，我所听的故事绝对都没有偏离，而且是说我把它扩大化了，国际化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的书本可以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韩文、捷克文。您在书里面有提到，作为一个达悟的男人，一定要会造船，一定要会打鱼。我是一个 free diver， 我自己从5公尺、10公尺、20公尺、30公尺，花了10多年的时间。然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民族对鱼类是有文学的。我划船捕飞鱼因为我们2月到6月就是我们的飞鱼季节。然后我经常划我自己做的船，都是一个人用网来捕飞鱼。那时候我就看着天空的星星，开始在思考我的文学的创作。然而我花了20几年的时间，我都在这样子去体验我父亲那一辈，我祖父那一辈，他们如何使用最简单的达达拉平板船来去抓鱼，他们如何来去观测所谓的气候的变化。然后我学习到了之后，我开始运用我自己身体经过的故事，开始反射到我们所谓的非遗神话的故事，种种来去验证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海洋文化是什么。I mean, became by the climate, by the ocean, by the flying fish。我们是被大自然驯化的民族。在高中的时候，您离开兰屿去台东念书，您的父亲跟母亲带着您去港口的那一段路程，父亲跟您说，您小时候跟他在海上划船，我很喜欢这一段。那一天我划船，你坐在船尾，你在海上一直观赏着沿岸的礁岩地景，那是你人生的第一次从海上看岛屿的形貌。你应该很清楚你当时的感受。我们在海上，爸爸很认真地跟你叙述每一个海岸线地名地景的典故或是故事，那些就是我们民族的海洋文学。爸爸内心里非常的高兴，你从小就接受我们的故事。汉族打打杀杀的历史我非常的厌恶，世人的生命价值如敝屣。每当我们划过一个地名，爸爸就跟你叙述那个区域的海底礁岩区的地形，那儿的鱼种，那是你最感兴趣的。谢谢。这个他有一个在自己成长的一个历史的奏折的过程中，这个片段是非常 pure 的，而且我可以感受到I was so cute in that time because I want to open my mind, I want to open my brain to thinking, began to thinking from that time。 所以我父亲跟我讲说，你可以去，你这个船，我母亲说，你可以跳下来游泳，你可以回来，你可以不去台东，你可以不去台东。可是那个时候，我要拒绝我的父母亲，因为书会打开我的世界，或者是知识会打开我的认知，知识会改变我的阶级。所以我就拒绝了父母亲的要求，因为我觉得我未来是操纵在我自己，不是操纵在我父母亲，也不是操纵在我们达悟民族的那种海洋的文化。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开拓，我觉得我应该create my future 呀，so go away， 我到台中，那是一个不是说很痛苦的选择，可是那种心理的纠结，因为未来真的是梦，未来真的是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就会觉得很痛苦。这个痛苦也变成了3年的一种是酸甜苦辣的高中3年的梦，然后莫名其妙了就这样子被逼的去认识所谓的天主教徒。那个时候是算是很虔诚，现在是已经没有了。我从小有几个名字是诺拉因是加挂啊，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到学校了以后，我原来族裔的名字就没有了，我就变成了施努莱。统治者的那个最基本的驯化弱势民族的最直接的攻击，就是一个把你的名字全部去掉。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底下，1995年原住民族的人才可以改回来原本的名字。是另外一段故事了。说我回到兰屿的时候，我开始为我的小孩子取所谓的以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当时的所谓的户政事务所的主任是外省人，他说在中华民国境内只有汉满蒙回藏5大族，你们是3包你们是落伍的说你不能改名字，他就翻了很大的说中华民国刑事条例的条文我说我不管那个，我就改。后来我成功了，我就改了。我拥有了我用我夏曼兰坡安的之后呢，原来我这个名字我建立了我民族的自信心，于是夏曼兰坡安他就变成了一提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台湾的海洋文学家，他开启了台湾文学的辽阔的海洋。一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他带给台湾文学界有不一样的气候，不一样的海象，也不一样的思维，所以它叫做夏曼兰坡安。Your first book is Myth and Stories as told to you by your father. Another book, it has the stories of 10 elders. In another book about your travels. In a way, this library that you have been creating, you are continuing the oral tradition of your peoples through these writings. 这几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海洋文学？就是在德国的柏林，有一个主持人说：“你可以解释你的海洋文学是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内陆国家，我就很简单，就是说 ，My body is ocean， 也是 ocean literature in my mind, in my body。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作为台湾的华语文学家，我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现在深深的再重新评估自己的，我不是最好的，可是我创造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一个原住民的小孩子，一直到现在已经快70岁了，还在创造他的故事，所以还在继续走。So to quote yourself, my literature would embrace the sea. It would be about the diving environment, about talking fish, and about canoe construction and navigation. It would be a literature of discrimination, but not a literature of colonization. It would be a transnational ocean island literature of my own creation. 这是我写的吗？是的。我都忘了。Thank you for your reminding me. 谢谢你的提醒。So beautifully translated by Darryl Sterk. Today, there are 16 indigenous nations recognized in Taiwan. Taiwan's indigenous nations is also really important in the global studies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because Taiwan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Austronesian diaspora that spread throughout Pacific
and the Indian Oceans. Recent years, you've also traveled to many of these nations. You've visited the Inuits in Greenland, Marshall Islands, Cook Island, New Zealand, and lots of small island, Indonesia. I spent a lot of time to make a traveling. I can tell the story. 2005年我住那个 Cook Island。Cook Island 它是一个独立国家，可是受那个纽西兰的他们的一些殖民。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月，我带$1000。2005年的6月份，我们坐了一艘船去印尼的苏拉维西 Island， 我做了1个月在海上航海冒险。在那个南半球，它有一个苏拉维西有一个城市叫做马卡萨 ，From the city to take the way to the north。我们航海到马纳多，然后 we cross the Malacca Strait. We have 5 days. You can see nothing. That is a terrible experience for me. Yeah. Terrible. 到了这边那个东边之后呢，然后我就发现到了有很多岛屿，我们还有一些话是相通的，我们还有一些单字是相通的。The last stop, the name of the stop, the city is Jayapura. 他们的语言我听不懂，可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那个习惯，因为他们在吃槟榔，我就借来吃槟榔。他们看我吃槟榔的时候，Oh, you are our people, yeah, we are brother. 我很高兴，在海上1个月的航海的冒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基本上，世界的中心不一定是东京，世界的中心不一定是纽约，也不一定是巴黎，世界的中心可能是在海上的某一个地方。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同的人种，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同的信仰，所以我才说西方基督宗教的一神论我是不相信的。后来写了大海浮梦，写了安乐冥之死大海之言，它打开了我书写的世界。我被邀请到日本无数次，到韩国，到香港，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法国，到比利时，到美国。去年得了台湾国家文音奖，我也讲了我心里面的话。我选择走自己的路，可是我没有选择放弃自己。我从一个小岛出来，我也从海里面学习了很多的一些海洋的知识、鱼类的知识。因此我说我是被海洋气候驯化的人，我是被达达拉驯化的一个老人，我是被非驯化的一个达悟的一个知识分子。So you met the Inuits in Greenland. Yeah, 我用我的眼睛去观察，那些人可能比我小3岁到4岁，可是很冷，差不多2度。他们这个穿一件衣服还有短薄的，他们在卖二手的那个东西。我就走去他们的身边，我说 Who are the official men？ 他们说我们都是渔夫。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From Taiwan。 他说我们的眼睛比你们远。他们从北方看南方的人说我们的眼睛比你们看得远。可是他第二个人回答说我们同样受了殖民者的宰制，这个土地是我们的，可是管理权之前是丹麦政府的。他们反问我一句话说您的土地不是你的土地吧？对，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所以 we have the same problem about the colonial. And then 最让我感动的是你再来一次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可能都已经是往生了，包括我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因为大量的美国人、大量的丹麦人开始进入这里去采矿。他有一个冰船，他说you can go up there by boat.
you can see a lot of gray whale， 你就看到那些鱼也会消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印度裔的人的保护了，白人是不会保护灰鲸的。这个话我还在思考。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眼睛比你们遥远，我们在这里都是吃海食，可是这是我的土地。我们不是作家，我们没有办法像你这样游走任何的一个地方，可是我相信格陵兰的冰雪有一天是不可能消失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哦？他说有一天是不可能融化的，因为他们有印度裔的人从阿拉斯加一直到 Greenland， 有他们的祖灵会保护这些冰块。我想了想说我作为亚洲人，我根本没有办法体验所谓的那个 -30度、40度的世界。然而他们就在那边生存，就是冬虫不雨下雨的意思。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星球，可是这个平行世界，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我们同样是一个被殖民的一群人，少数民族。So the last I want to use my language. Yes. So this is from your collection from 1992. This is my first book in my life. Only small paragraph. No kakwapam dojimashikaranayam amen kunuso mga ngakanan do avak no pa anito. Komanso nirutungan dano tawa wakaya kanusolia. Kajida makapiana mi kedo tawdo jimashik。 这也就像说国民党来了之后呢，一直到现在还是让我们惶惶不安。汉人来到兰屿并没有带给我们幸福的指数，而是一种继续让我们不安，可能会了永远还会在那边。我们再这么努力，他也不可能会因为某个政党的执政而迁走，不可能的。所以我继续奋斗吧。Thank you. After reading your book,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e audience to read? 我会推荐去年 James Cook 航海到南太平洋的故事。那个故事当然都是白人的故事可是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 James Cook 在南太平洋所经历的事情，最终他还是被夏威夷的人杀死，因为他不是上帝，他也是一个骗子。我建议可以推荐这本书。 Thank you so much, Syaman Rapongan, author, storyteller, fisherman, canoe builder, member of the Tao Nati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and talking to us about your book and your body of work from cover to cover. Thank you all.